很多人觉得 AI 很便宜，一个月几十美元，甚至很多工具还是免费的。但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每个月花20美元使用的 AI 背后的真实成本可能是几亿美元，听起来有点离谱。但更离谱的是，很多 AI 公司其实还在亏钱服务你。但当我们把 AI 行业的成本结构拆开来看，就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事实， AI 今天之所以看起来便宜，并不是因为它真的便宜，而是因为有人在替你付钱。这一期商业暗线，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算清楚， AI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便宜，钱到底花在了哪里，以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为什么很多 AI 公司成本极高，却仍然把价格压得很低。当你看清这个结构，你会发现 AI 行业的商业逻辑其实和很多互联网行业早期一模一样，只是这一次被烧掉的钱变成了算力，你付的钱远低于 AI 公司的真实成本。要理解 AI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便宜，我们必须先看清一个商业结构，先确认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事实，现在绝大多数 AI 用户支付的费用其实远远低于 AI 公司的真实成本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行业目前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典型的阶段，基础设施竞争期。在这个阶段，所有公司都在做同一件事情，抢用户。为了抢用户， AI 公司会大量补贴算力，你每个月付20美元，但背后消耗的可能是 GPU 算力、数据中心电力网络带宽模型训练成本、工程团队维护成本，这些真实成本很可能远高于20美元。换句话说，你每个月付的那20美元，可能连一次完整推理成本都不一定覆盖。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真实案例，例如 OpenAI。 在很多公开报道中， OpenAI 每年的运营成本都非常高，仅仅是模型训练和推理所需要的 GPU 算力就需要消耗大量资金。有行业估算认为，训练 GPT-4 级别的大模型成本可能高达数亿美元，而模型上线之后，每一次用户调用其实都会消耗算力。有研究机构估算过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有上亿用户每天都在调用模型，哪怕一次回答只消耗不到1美分的算力成本，上亿用户每天高频使用，总成本依然会爆炸。但与此同时，很多用户每个月只付20美元订阅费，大量免费用户、低价订阅用户合起来远覆盖不掉整体的研发、算力、运维成本。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 AI 公司实际上是在用资本市场的钱补贴用户使用算力。换句话说，现在很多 AI 产品的价格并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价格，而更像是一个推广价格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训练一个大型模型可能需要数万块 GPU 同时运行，而这些 GPU 并不是普通显卡，而是像 NVIDIA H100 这样的数据中心级芯片。一块 H100 的市场价格通常在3万到4万美元，如果一个模型训练使用1万块这样的 GPU， 仅仅硬件价值就可能达到3亿到4亿美元级别。这意味着训练一次模型烧掉的钱可能相当于一座中型工厂，而这还没有计算数据中心建设成本、电力和散热网络带宽工程团队。长期模型研发这些叠加起来，一个大型模型的整体成本很容易达到数亿美元级别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型 AI 公司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支持。例如，微软向 OpenAI 的投资规模就高达130亿美元，这笔钱相当于很多独角兽公司的全部估值规模。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是用于购买 GPU、建设算力基础设施，以及支持模型训练和推理。而这些巨额成本并不会直接体现在你每个月几十美元的订阅费里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很多 AI 产品之所以看起来很便宜，并不是因为算力真的这么便宜，而是因为有人在替你补贴。这和很多互联网产品早期非常像，网约车早期很便宜，外卖早期很便宜，流媒体早期也很便宜，因为平台在烧钱。 AI 行业其实正在经历一个类似的阶段，长期来看 AI 价格很可能会上涨。如果理解了补贴逻辑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典型的商业周期：补贴期，用户规模形成，市场逐渐稳定，价格回归真实成本。第二个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， AI 价格未来很可能会上涨。原因很简单，
当基础设施竞争结束之后，市场会进入盈利阶段，这时候企业会开始重新计算一件事情，每一次推理到底花多少钱，算力成本是多少，电力成本是多少，数据中心成本是多少。当这些成本被真实计入价格体系， AI 服务的价格结构就会发生变化。其实互联网历史上很多行业都经历过类似的路径，比如网约车在补贴时代价格很低，当市场稳定之后，价格逐渐回归正常。外卖平台在早期大量补贴，后来平台开始收取更高的抽成。流媒体平台在竞争初期价格很低，后来逐渐涨价。AI 行业很可能也会经历类似的周期，所以今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， AI 几乎是免费的，但这种价格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阶段。真正的成本不只是 AI 费用，真正的 AI 成本往往不是一次调用，而是整个生产流程里的所有尝试。 AI 的成本结构更像研发成本，而不是一次性生产成本。很多人讨论 AI 成本的时候只看一个东西，token 价格，但真正的成本结构其实远不止这一点，因为在真实的生产流程里， AI 调用往往会被反复使用，很多生成其实都是无效的。举几个行业例子，内容行业，看起来每次 AI 调用可能只有几毛钱，但当所有尝试叠加在一起，成本可能会被放大几十倍。一个团队为了做一条视频，可能会生成30个选题，写10个脚本，生成20张封面，最后真正发布的只有一条视频。假设每一次 AI 生成平均消耗 0.2 美元，那么30个选题等于6美元，10个脚本等于2美元，20张封面等于4美元，加起来其实已经超过10美元，但真正被使用的只有一条内容。所以真正的视频成本其实是所有生成成本的总和，而不是最后那一条内容的成本。软件开发，很多开发者现在会用 AI 写代码，但实际流程往往是 AI 生成代码，人类修改， AI 再生成，再修改，一个功能可能反复生成几十次。例如一个简单的模块， AI 生成第一次代码，开发者发现逻辑有问题，再次生成，再修改，再测试，看起来开发速度更快了。但如果把所有 AI 调用加起来，整个功能的 AI 调用次数可能远远高于最初预期。客服行业，很多公司开始用 AI 客服，看起来每一次回复的成本只有几分钱，但如果用户问题需要多轮对话， AI 回答不准确，需要人工接管用户，反复提问，那么一次完整客服的成本结构其实会比表面数字复杂得多。有些企业在实际部署 AI 客服之后发现， AI 确实减少了人工成本，但同时也增加了新的成本，模型调用成本、系统维护成本、数据标注成本。所以从企业角度来看， AI 并不是简单的降低成本，而是改变了成本结构。 AI 时代会出现一个新指标，未来企业很可能会开始关注一个新的指标，他们会像管理服务器成本一样，开始系统的管理 AI 调用效率，可以叫 AI 能效比。公式其实很简单， AI 能效比等于有效产出除以 AI 消耗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团队生成50个方案，最后只用一个，那么它的 AI 能效比其实非常低。但如果生成5个方案，最后用一个，那它的效率就会高很多。这个像工业时代的生产效率，企业不只是看生产多少产品，更重要的是单位资源能生产多少价值。在 AI 时代，算力其实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生产资料。企业需要管理的不只是员工效率，还有 AI 调用效率。所以未来真正厉害的团队，不只是会用 AI 的人，而是会控制 AI 调用效率的人。AI 时代最稀缺的其实不是算力，很多人以为 AI 时代最稀缺的是算力，但从商业结构来看，其实更关键的一件事是 AI 确实降低了生产门槛，但没有降低注意力门槛。在互联网世界，注意力永远是最稀缺的资源，用户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平台每天的推荐窗口也是有限的。即使 AI 可以生产100条内容，用户也只会看到其中极少的一部分。所以很多内容即使被生成出来，也未必会被真正消费。
换句话说， AI 解决的是生产问题，但没有解决分发问题。如果没有用户，再低的生产成本也没有意义。本期商业暗线。所以当很多人还在讨论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的时候，其实真正的问题可能并不是 AI 有多强，而是你如何使用它。 AI 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成本结构，表面上生成变得极其便宜，但在更深的层面，真正重要的其实是算力的利用效率。未来真正厉害的公司不会是调用 AI 最多的公司，而是用最少算力创造最多价值的公司。当你看见这条暗线，很多关于 AI 行业的事情就不再那么神秘了。不过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未来 AI 可以把内容、代码、设计的生产成本都压得非常低，那在这个世界里真正稀缺的资源会是什么？是注意力，是信任，还是掌握分发入口的平台？如果只能选一个，你会选哪一个？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，我很好奇大家会怎么想。 OK， 如果你对这种商业逻辑、科技趋势和平台战争感兴趣，欢迎订阅商业暗线这个频道。我们下一期见。